评评理。我在这里骑特斯拉的车，我自己订25号，他们的交付人员擅自做主给我改成24，25一大早告诉我25的车价低1万，我降价1万块钱的损失全部由我消费者，我就骑车不到8小时，现在造成这么大的影响。然后从昨天开始，销售整个不接电话，全部装死。现在店里的负责人又不在，敢这么欺负中国的消费者，我有理有据。今天不给我解决，我就是不走。我就是让所有中国消费者都知道你们特斯拉是怎么店大欺客的。好消息，特斯拉降价了。11月25日，特斯拉上线尾款立减活动。从11月25日到12月31日期间，特斯拉 Model Y 后轮驱动版及长续航全轮驱动版车型尾款立减1万元，售价23.99万元起，同时还能选择5年零息金融方案。根据网上的资料，今年以来，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已经进行至少6次降价或优惠活动。按理说，国内的车主应该早就习惯了，可是还是让人哭笑不得。先是购买8小时后降价，大闹特斯拉门店的，后又被爆出汽车投诉网上有多达50名车主集体投诉特斯拉限时交付降价1万的。降价优惠只是市场行为，可是对于中国人而言，没有占到便宜，那肯定就是吃亏了。翻看车主投诉的诉求，有的需要赔偿、赔礼、道歉，有的需要退换车，有的需要退款等等，真让人哭笑不得。有些车主在诉求表达上都很一致，他们说在购车之前就多次向销售人员多次确认价格及优惠政策，得到的答复均是当前价格已是最低，且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有降价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承诺，车主才会放心去买。毕竟大环境不好，许多车主当然是想得到更好的优惠啊。如今却打破这样的承诺，这不损害车主们的信任吗？有网友就表示，中国巨婴占点便宜沾沾自喜，吃一点亏就满地打滚。大哥，大哥，你的车今天刚降1万。对。很多老车主开很多年车都不知道啊，你的车门可能是塑料的。我现在济南拆车现场啊，我身后的这台极氪7X，它的车尾门给大家听个声啊，灯上面，灯下面，能听出来啊，这塑料敲起来声音闷闷的，而钢呢敲起来声音会脆一些。它呢还没有给大家完全拆开，我们去看一下旁边拆的比较凶狠它的兄弟，这个极氪001啊，灯以上的部分刚给大家划了个口，能划得动，确实是塑料。为什么上下的材质会不一样呢？用钢大家都知道，因为钢的硬度会比较强，那抗冲击的承载力会比较大。用塑料呢，那轻啊，减重啊，而且啊，这塑料材质修起来也便宜不少。那为什么不用铝呢？又贵啊！你都知道。这是懂车帝最近的一期节目，其中有一项关于车辆尾门材料的测试引起热议，同时也引得极氪高管朱玲发文怒怼。在微博中写道：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们的主播？确认你们招人的门槛真的这么低？最近出的一系列视频有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常识？就敢拆车教育用户？懂不懂任何关于材料的基本常识？在这个位置用铝怎么成型？要流量可以理解，但如果光天化日胡说八道恬不知耻，那就是非蠢即坏。可见懂车帝这次又把车企给气炸了。对此，懂车帝方面也进行了回应，回应内容主要提到3点：极氪7X 尾门同时使用塑料和金属，属实使用塑料，可实现轻量化和降低制造成本，铝成型有一定难度，但并非不能。回应对于极氪朱玲的质疑进行了解释，这番回应也确实比较硬，基本是不承认视频讲解内容有问题。实事求是的评价其讲解内容也确实没有错，塑料材质的覆盖件在强度上不如钢铁是事实，塑料可塑性强也是事实，否则也不会叫做可塑材料。关键是用塑料替代铝材也确实能降低制造成本，这也是没有错的。
只是有一点没有更深入的解读，应当就是这一点引起了极客朱玲的怒火：塑料的抗冲击承载力不如金属。懂车帝还是懂网友们要看什么的，仅仅从车身的覆盖件而言，只是一个装饰的作用，并不适用于保证行车安全的，而且使用的材料多种多样，钢板只是其中之一。看来懂车帝是在暗戳戳的提醒极客，你该充值了。这点说的不对，另外一个极客的设计确实就直接实锤了。这车不拆是真不知道啊！我现在在懂车帝简单拆的拆车现场，现在这台极客 7X 已经上起重机了啊！我突然发现这台车前防撞梁的深度，从侧面看啊，竟然比灯要往里了不老少。我们对比一下 Model Y 的车头啊，这是 Model Y 的前防撞梁位置。要是发生大碰撞啊，那肯定这些都保不住。但是低速碰撞的话，先碰到灯肯定是要比先碰到前防撞梁的维修成本高出来不老少。别的不说啊，就这块一体式智慧灯幕，选装就8000块，加上大灯更贵。一边是设计好看，但小碰就破费；另一边的设计呢，保守出击。要是你怎么选？这个角度就非常刁钻了。对比之下，极客确实有设计不合理之处，但是这也符合现在的趋势，促进消费。小事故撞坏这么贵的一个灯，那肯定要消费不老少了。这应该也是设计师的良苦用心。在找事上，懂车帝还是一流。很多网友表示，该充值充值吧。在现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能当车评人的流量时代，一些真真假假的评测确实很难去分辨。兄弟们，你们要的海鸥今天咱给你整来了啊！之前海豹咱也给兄弟们拍过，只要海里有的咱都给它捞上来给兄弟们瞅瞅啊！咱们来瞅瞅这货的防撞梁到底怎么样啊？后面的吸轮盒咱是没瞅到，防撞梁嘛，嘿，小铁皮啊！今天咱们上老五前给兄弟们上手啊，兄弟们可以瞅一瞅啊，看到没？哎，看到没？手都能掰得动啊！这玩意有什么安全系数可言？还是电车啊，兄弟们！一旦发生追尾的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车毁人亡，甚至连火葬场咱们都不用去了。这货这几年也是飘了。没有国家给他的绿色通道，各种补贴，他啥也不是。兄弟们再瞅瞅啊，看到没？嘿，后尾板啊，顾名思义啊，给兄弟们看看。哎，我靠！哎，看到没？单薄的很。人家跟小鬼子学得好，师傅学得好，啥不学？学小鬼子的偷工减料，谋财又害命啊！在偷工减料方面，比亚迪确实是专业的。就在昨天，一份比亚迪要求供应商降价10%的内部邮件曝光。从内容上看，这就像是现在正开着年会呢，老板是这么说的：我们今年业绩很好，创了新高了，大家鼓掌。所以呢，为了明年能够更好，就辛苦一下大家，咱们降薪10%吧。谁要是碰这种情况，肯定得口吐芬芳了吧？可是现实中这样的事儿真的发生了，有中国汽车行业里的扛把子。市值一哥比亚迪给他的供应商们就发了这么一个邮件，就是说呢，我的新能源车销量已经超过1000万辆了，祝福我吧。所以呢，接下来为了让我能够更能打，你们给我供的货要降价10%哦。不出意外，这个行为引发了供应商的强烈反弹。随着这个邮件被曝光，市场都炸锅了。这不光是凡尔赛了，好吧，还普洱啊？难道说第一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所以这个事儿到底咋回事呢？咱们先来说一下背景哈。就在前不久，比亚迪成为了全球首家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00万辆的车企，而且呢，它最近的月销量也已经超过50万辆了。有这样的成绩，比亚迪成了国内汽车行业当之无愧的一哥，市值超过8000亿。但是呢，比亚迪在庆祝这个胜利的同时，却给它的供应商们抛出了一个烫手的山芋：2025年起降价10%，而且这个口气不是商量，而是通知。网传说有供应商已经发抗议信了，直指比亚迪的降价要求。他们说呢，这种无底线的压榨不仅违背了商业伦理，更是在透支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韧性。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而搞低价，是将劳动人民的血汗化为发达国家的廉价利益啊！这种层层压榨的模式，导致国内供应商要么卷死，要么饿死。
最终让行业陷入到低端竞争的死胡同。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还埋下了被发达国家加税和抵制的隐患。说比亚迪的这种短视行为不仅会毁掉自身，更会拖垮整个产业链。说你作为行业龙头，要有长期发展的全局高度啊，而不是一直来压榨我们的产业链。总之呢，这个降价要求无法接受，也不愿参与。其实啊，这场降价风波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另外一面。就一方面，国产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在国际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技术创新、规模化的优势和低成本的供应链。但是另一方面，销量上去了，可是利润却比纸还薄啊。2023年，整个汽车行业的利润加到一起都比不过丰田汽车这一家。今年国内各大厂商之间那更是互相降价，连广汽的董事长都公开反对汽车内卷、价格内卷。其实呢，这种情况也不只是发生在汽车行业，像光伏组件的产量，咱们也是全球第一，但是之前呢，搞得全行业亏损。虽然说这种高强度的竞争确实让我们的企业很有狼性，在国际上很能打，但是呢，真的是只赚吆喝不赚钱。那你说这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啊？很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的创新它缺乏了呀，缺乏创新导致一有新的蓝海，大家就一拥而上，很快呢就把蓝海卷成红海，甚至是血海。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胜出，只好先把对手熬死，而价格战又是最直接的手段，像之前的团购啊、共享单车之类的，不都是这样吗？而且呢，之前的这个案例也确实证明了，内卷把对手卷死之后，自己在享受胜利的果实是可行的。但是呢，之前的这些成功案例都有个特点，他们更多发生在互联网领域，因为互联网领域里边际扩张成本几乎为零，后来者几乎没法玩。但是在制造业等等的传统领域里面，这套玩法是否有效就要打个问号了。比如说之前的彩电，比如说光伏，比如说养猪，一个竞争对手倒下，还有无数人想要进来。那回到造车，这是一个重资产的行业，如果真想要熬死所有的对手也是很难的，除非你能够有当年苹果对诺基亚的那种降维式的竞争优势，但是目前来看肯定是没有的呀。这次比亚迪遭到全行业的谩骂也是活该。比亚迪要求供应商降本10%这个事儿整得老热闹了，那供应商的哥们儿他也硬气儿，他说啥？他说你这个是 cutthroat pricing 对吧？抹脖子式的砍价对吧？你为了急速扩张，然后层层的压价，让我们要不就卷死，要不就饿死，我就4个字儿活不了了。然后比亚迪公关部的李云飞那哥们儿他也回复了，他说我们跟供应商的议价是年度性的惯例，我们这个不是强制性的。我去那个哥们儿他也是真敢说，咱们先说供应商他有多少利润，一般的外资的供应商他有8%的利润，他们这个项目就敢给你批，对吧？国产的供应商他更怂了，5%的利润他就敢给你干。我刚才说的这个利润，它是按照整车的生命周期销量算出来的，就是你汽车厂跟他报销量的时候，一般都会多报，所以说不会因为你汽车厂今年多卖了好多车，然后我就有意外之财，没有这个事儿，汽车厂也精着呢。我们一般的汽车厂是跟供应商每年都要求降本，我们为了供应商良性的发展，我们降本的要求是多少？就3个点，让你降3%就行。比亚迪要求人家年降10%，大多数供应商如果他真降10%了，直接变亏本。再有，比亚迪给供应商他的付款周期是多长时间？是半年。我做一个项目，我又亏钱，然后呢，我这个资金链又压在你这半年。整不好的供应商他就直接黄了。如果所有的车企都跟比亚迪这么整，我就跟你说吧，新能源汽车产业它不出3年它就得歇菜。为啥呢？你1年让人家降本10%，好不容易起来的中国汽车新能源产业链那些供应商，有一些就要死掉了。第二个啊，侥幸不死的供应商，他肯定都有妙招，对吧？我不能满足你降本需求的时候，他就出黑心了，他可能就会偷工减料。你这些偷工减料的零部件，消费者把车买回来之后，过几年车坏了，他找谁去，对吧？消费者他找谁说理去呢？然后第3个，你把成本压得这么低，然后你售价也搞得特别的低，然后想用一些厚道的材料做好车的车企，他们也吃亏了，它的售价就是会比你高一点，然后它的销量就是不如你，这种好车企也被挤死了。你说这个事儿谁来负责？
然后比亚迪还说它降本10%这个事儿是跟供应商商量着来的，它这个更危险，为啥呢？因为这个供应商没有办法满足它降本10%的要求，有一些供应商想成为它的二供，就会铤而走险，说我能答应你这个事儿，到时候它卷不动的时候，又会回到我刚才说这个套路，偷工减料。所以，比亚迪要求供应商降本10%这个事儿，它的危害是沉重而深远的。那我建议比亚迪，你让供应商降本，每年降3%就行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太擅长坑自己的人了。就拿汽油来说也一样，卖给别人的汽油3块钱一升，给家人们用，卖8块一升，搞得穷人不得不去买电车。这种垃圾玩意儿你不买，但是连车都开不起了。如果国内的油价都像美国、俄罗斯那样2、3块钱一升，谁他妈愿意去买那种100年前都存在的工业垃圾电车？有啥技术含量？要不然人家国外为啥不流行电车？真以为人家造不出来呀？人家本田的固态电池25年1月份就量产了，有不少的国产品牌现在都还拿着冰箱彩电大沙发在这忽悠老百姓呢。彩天沙发不管用了，就开始上智能驾驶，然后理所应当的当高端车卖20-30万，难以置信，居然有那么多没有见过世面的家人们往坑里面跳。其实在2016年前后，有不少的国产品牌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比如发动机技术智能化，销量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甚至达到了领先的水平。但是就此为止了，因为新能源半路闯了出来，开辟了一条美其名曰能弯道超车的捷径。这架变速箱不用研发了，因为新能源车不用那么复杂的变速箱，纯电动车甚至不用变速箱，底盘悬架上面的调教劣势也可以用空气悬架来掩盖。以前国产品牌最头疼的2大件问题迎刃而解，这是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进步吗？为啥前几天工信部又跳出来强调，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燃油车？这并不是我们的汽车工业真的在繁荣，真的为那些全力压住新能源的车企感到惋惜。造车是门手艺，并不是靠堆料和写代码就能解决的事情。合资品牌确实以前割了我们不少的韭菜，但是人家做的车起码都是花了几年的时间打磨测试和几十亿的研发经费做出来的真正的汽车。那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善于理性思考的人，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你现在非要买新能源汽车，真的建议你不要去买贵的，也亏不到哪里去，就当支持祖国发展了。如果你要花20-30万去买一台国产新能源，而且想开很久，我在这里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不可能，因为现在的车企基本上把车当作快消品来看，1-2年就出一台新车，几年之后你就知道买车当时爽，换车泪汪汪，分文不值的感受了。家里还有个弟弟在读书，能给我加个送吗？哇，子泽，在绝味都找不到你这么绝的锁骨。哇，子泽，在绝味都找不到你这么绝的锁骨。哇，子泽，你的酒量好好哎，脸一点都不红啊！哇，子泽，你的酒量好好哎，脸一点都不红哎 ！Oh my god， 子泽，你长得我操好牛逼啊 ！Oh my god， 子泽，你长得我操好牛逼啊！